根据最新消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搭乘的军机已于周二晚10时43分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对佩洛西窜台动向，中方后续反应，我们将在后续报道中密切关注。针对佩洛西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悍然登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刚刚发布声明强调，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声明说，美国国会作为美国政府的组成部分，理应严格遵守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官方往来。中方历来反对美国国会议员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美国行政部门有责任予以阻止。佩洛西众议长是现任美国国会领导人，他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赴台活动，都是升级美台官方交往的重大政治挑衅，中方绝不接受，中国人民绝不答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当前台海局势面临新一轮紧张和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台湾当局和美方不断改变现状。台湾当局一再以美谋独，拒不承认9·2共识，大搞去中国化，推行渐进式台独；而美方企图搞以台制华，不断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加强美台官方往来，为台独分裂活动撑腰打气，这是十分危险的玩火行动，玩火者必自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14亿多中国人民的坚定意志。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神圣职责。民意不可违，大势不可逆。任何国家、任何势力、任何人都不要错估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坚定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针对美国众议长窜访台湾中国地区，中方必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负责。声明指出，中美作为2个大国，正确的相处之道只能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合作共赢。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权做台湾问题的裁判官。中方严正敦促美方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停止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以各种形式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停止歪曲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4不一无意承诺落到实处，不要在危险和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台办也发布声明，严厉谴责佩洛西登台。佩洛西为了一己私利的行为，也让岛内群情激愤。新党主席吴成典周二表示，新党坚决反对佩洛西窜台，并号召台湾民众赴佩洛西下榻酒店抗议。他痛斥佩洛西把祸害带给台湾，成就美国，欺人太甚。佩洛西到台湾来，对我们的伤害会有多大？你们知道吗？不是今天的伤害而已啊！往后的伤害，我们台湾怎么办？把台湾变成两岸的战地，把台湾推入火坑。佩洛西，你何等残忍！台湾人民，你要惊醒了，不能让美国玩弄在股掌之间啊！多个台湾民间团体在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前抗议，强烈反对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上百人高喊“滚出台湾，我们不欢迎你”。丑陋美国人，丑陋的美国人，滚回去，不要来掺和两岸中国人之间的事情。两岸问题是由中国人自己可以非常有智慧的，以和平的方式获得良好的解决。我们不需要搞台独的民进党政府来蹂躏台湾，我们更不需要美国
这种在全球各地煽动战乱的大权，来把台湾当作一枚棋子，丢进战火里面。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则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对佩洛西之流抱有幻想，期待他要是真的来台湾，就可以提升台湾的所谓国际地位。因为他来了，不论是一个中国原则，还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都不会变。张亚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佩洛西做任何决定，其实台湾都没有发言权。这次的事件再次确定，台湾在美国眼里就只是棋子。已经号召要反对的这些团体呢，虽然在台湾看起来并不多，因为很多人害怕当权的民进党会查水表，会对你个人压迫，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做各种各样的这种霸凌的行为。但是我相信，在私底下心里面不希望民进党拿整个台湾的百姓的身家性命赌在桌上的这一批人，跟相信两岸人民可以自行解决问题，以和平为出发点的这一群人呢，在台湾还会是民意的多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别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佩洛西会否窜访台湾，全球关注。那么您怎么看？您觉得对于中美关系有哪些影响与冲击呢？主持人好，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呢，是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不仅危害中美关系，而且呢会引发中美军事对抗。他到台湾呢是美军护送的，包括出动航母，而解放军呢也在多个海域军演。那么中方呢多次警告美国方呀不要一意孤行，国台办、外交部、国防部都出面强硬表态，但是呢佩洛西仍然坚持窜访，这问题呢就很严重了。即便是他中途退缩回去，但同时呢，一个老太婆的窜访也折腾不出什么东西的。台海现状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国家统一意志不可动摇，台独势力呢更加会惶惶不安。那么佩洛西窜访台湾有何后果呢？第一，中国呢具有很强的战略定力，中美呢也不会发生军事上的擦枪走火。尽管中美呢有军事上的对峙，但两国呢都不会犯颠覆性的错误，我们不会犯，他们呢不敢犯。中美啊一旦发生军事冲突，那就是世界大战的开始，两国呢都会保持克制的。第二呢，佩洛西窜台对中美关系伤害极为严重，有可能呢进入军事硬对抗阶段。过去中美间的贸易战、科技战、军战等等呢都是软对抗，而今呢美军出动护送一个中国反对的政客，那问题就大了。这个军事硬对抗呢是新冷战的前奏，要是美国呢还想和中国保持联系，与中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那美国呢需要做很多才能消除恶劣影响，才能赢得中国人的信任。第三呢，佩洛西产生窜访台湾的念头啊，与台当局的卑躬屈膝、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直接关联。那么从今以后呢，中央呢会加大反独促统力度，更积极、更坚决地实现国家统一，这个结束两岸分离状态。如果呀两岸同心同德，就不会出现佩洛西窜台这样的事儿。我觉得呢这一点尤为重要。毫无疑问，中国呢会加快国家统一步伐，加强军事现代化，用更有效的手段应对这个外国势力的干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中央呢是不会忍心让宝岛台湾呢变成地缘政治的皮球，让他人踢来踢去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叫嚣，佩洛西窜台若引发局势紧张，责任在中方。那么您怎么看他倒打一耙的说法呢？布林肯的叫嚣呢，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他自己可能呢都感到他是强盗他爹。没有佩洛西窜台，何来中美危机？何来台海局势的紧张？这也好，让美国的霸凌嘴脸在全世界充分暴露，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的强盗逻辑。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尚且如此，那么对待中小国家那就更无所顾忌了。布林肯的叫嚣，包括美国国安会的推卸责任，都让人看清楚呀，佩洛西窜台啊，不是他个人和国会的选择，而是美国政府、国会、军方的合谋，就是要来掏空一中原则，就是要来呢改变台海现状，就是要破坏中美关系，从而呢满足民主党的一党私利，在中期选举中不至于输惨。但是呢，对于中国而言，佩洛西窜访台湾呢是危险的挑衅性行为，是向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所以呢，中国会坚决的反制，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各种工具都会用上。布林肯的叫嚣呢，会加大中国对美制裁力度，全世界呢也都会从他的强盗逻辑中感受到霸权的邪恶，进而呢与美国保持距离。美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之行，尤其是其意图窜访台湾一事，引发全球关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期间，就台湾问题阐明中方的严正立场。美国一些政客只顾一己之私，公然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绝不会有好下场。在周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超过一半的问题与此相关。对于美国国务卿狡辩称美议长赴台早有先例，发言人华春莹强调，美方个别政客以往的错误行动不应该构成先例，更不能成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错上加错的借口。美国在采取挑衅行动，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美国应该也必须为此负全部的责任。若美一意孤行，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王毅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是中国同各国交往的政治基础，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美国一些人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主权，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甚至蓄意在台海制造事端。中国人民对此绝不会接受，国际社会也对这种无端挑衅嗤之以鼻。王毅强调，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背信弃义，令人不齿，只能使美国的国家信誉进一步破产。美国一些政客只顾一己之私，公然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与14亿中国人民为敌，绝不会有好下场。美方的霸凌嘴脸暴露于世，只能让各国人民愈发看清，美国才是当今和平的最大破坏者。7月28号晚，中美元首通话中，中方强调，台湾问题的历史经纬明明白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和现状清清楚楚。美方在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817公报中明确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美方向中方做出的郑重和公开的政治承诺，也是中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参加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时表示，佩洛西若赴台，完全是他个人决定。美国国会是独立平等的政府机构，美众议长赴台也有过先例。他还倒打一耙，呼吁中方不要加剧紧张。The speaker will make her own decis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visit Taiwan. If the speaker does decide to visit, and China tries to create some kind of a crisis or otherwise escalate tensions, that would be entirely on Beijing. We are looking for them in the event she decides to visit.To act responsibly and not to engage in any escalation going forward. 布林肯国务卿的有关言论颠倒黑白，再次深刻地展现了美方的一些人的霸权的心态和强盗的逻辑，那就是我可以肆意地挑衅你，但是你不可以反对或者自卫。华春莹指出，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部门，都应该执行美国政府承认和承诺的外交政策。美国众议长作为美国政府的3号人物，乘坐美国军机窜访台湾，绝不是什么非官方行为。美方个别政客以往的错误行动不应该构成先例，更不能成为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错上加错的借口。华春莹强调，美方出于以台制华的战略，支持和纵容台独分裂势力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蓄意挑衅中国，步步紧逼中方的红线和底线。美台勾连挑衅在先，中方正当防卫在后。我想全世界都看得非常的清楚，是美国在采取挑衅行动，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美国应该也必须为此负全部的责任。华春莹还在会上发布了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的消息，但他透露王毅没有会见布林肯的计划。而深圳卫视注意到，以往在出席该会议前，中美外长会见即使不提前对外公布，也不会直接否认见面可能性。当地时间周一，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就安理会8月工作向联合国主流媒体吹风时，也就佩洛西窜访台湾表明立场。We can see such a visit is apparently very much dangerous, very much provocative.
if the U.S. insists on making the visit, China will take firm and strong measures to safeguard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If such a visit happens, it will also und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张军强调，近年来受外部势力影响，台湾岛内形势发生消极变化，台独势力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如果不对台独势力及时遏阻，局势很可能走向失控。记者会上，科比还多次重申，美国一中政策不变，不支持台独。She makes her own decisions. We give her advice and counsel in context. She makes her own decisions. We'll continue to do that throughout the remainder of her trip for anything else that she needs to make sure she has a successful visit. The world has see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e very clear that nothing has changed. Nothing has changed about our one China policy. That 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from either side. We have said that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此外，科比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拜登总统及团队都在管控紧张局势，没有任何理由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解放军近日在南海、东海、渤海和黄海展开密集海上军演和军事任务，横跨南部、东部和北部战区。其中，上周六在平潭至旗屿附近水域的实弹射击训练尤其受关注。演习地点距离台湾新竹只有120多公里，是台湾海峡最狭窄位置。对美众议长佩洛西妄图窜台的警告意味浓厚。晚间最新消息显示，解放军空军苏35战机正穿越台湾海峡。周二上午，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发布一则时长约为2分钟的视频，展示近日在闽南某海域组织防空实弹射击的场景，并配上文案“炮声隆隆，硝烟四起”。此次防空实弹射击全面检验复杂条件下整体作战能力，我们严阵以待，听令而战。值得注意的是，东部战区发布的微博标题中还包含3个银字，该字原意为光明，现在多用于形容斗志昂扬、热血沸腾的状态，可以用来表示霸气、彪悍、制霸等诸多义。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指出，针对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有可能窜台的危险举动，解放军已多次发出警告。近日在南海、东海、渤海和黄海展开密集海上军演和军事任务，横跨南部、东部和北部战区。另据中国海事局官网最新消息，周二起，解放军将在渤海北部和南海特定海域分别展开至少7场实弹射击和军事训练。解放军空中力量也同步出动。台防务部门周一发布消息称，解放军4架次歼16战机当天进入所谓台湾西南空域。另据央视周日发布的消息，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组织了下半夜对抗空战训练。周一傍晚，东部战区还重磅发布题为“严阵以待，听令而战”的视频，片尾打出16个字：“埋葬一切来犯之敌，向着连战胜战前进。”对于佩洛西有意窜访台湾，中国国防部此前也多次发出严厉警告。发言人谭克飞上周二表示，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视不管，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2天后，另一位发言人吴谦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严正指出，对于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解放军绝不姑息，坚决反制。统一祖国，制止分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我们将一如既往，对台独零容忍，打台独不手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美方却一意孤行。佩洛西办公室明面上公布的官方行程虽然不包括台湾，但从周一晚间起，台湾媒体就开始盛传佩洛西将在周二结束马来西亚访问行程后搭机窜台，并做短暂停留。台媒还声称，台方相关官员已证实收到了接待佩洛西来访的通知。
在岛内媒体热炒佩洛西窜台消息、台海紧张局势一触即发之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周二在推特上发文称，佩洛西此访不明智，无助于台湾安全利益。若中国大陆将此访升级为与美国之间的危机，也不符合中国大陆的利益。陆克文当天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也对佩洛西的举动喊停。Has it been wise for Speaker Pelosi to go? On balance, my judgment is no. In fact, it to some extent impinges negatively on it by raising tensions further again. 实际上，佩洛西可能的窜访已经将台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置于新的危险之中，而他此行拜访的几个亚太国家也在暗暗向其传达不应做出挑动台海局势的行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周一同佩洛西会面时就强调，稳定的中美关系对地区和平与安全很重要。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周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尽管日本政府无法对佩洛西会否登台一事发表评论，但中美关系的稳定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永三同一天被问及韩方对如果佩洛西访台可能会引发地区紧张局势的看法时表示，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和平非常重要，韩方正在关注相关情况。马来西亚媒体还在佩洛西到访当天刊发了马来西亚政策倡议中心主任、公共政策分析师林德仪写给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公开信，信中建议佩洛西最好把时间花在解决美国国内问题上。信的开头写道，美国总统拜登和美军方的表态已表明，佩洛西在台北停留将被视为一种不必要的挑衅，因为这不符合美国民众和台湾民众的利益。与此同时，美国鹰派以及像前国务卿蓬佩奥这种鼓噪想要陪同佩洛西去台湾的政客，显然也临阵退缩了。公开信写道，佩洛西想要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不一定要前往其他地区去放火。曾3获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周二在《纽约时报》刊文抨击，如佩洛西不顾拜登的意愿，执意在本周访台，那将是无比鲁莽、危险且不负责任的举动。弗里德曼预警，强行登台将招致许多恶果，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军事回应，这可能导致美国同时陷入与拥有核武器的俄罗斯和中国的间接冲突。此外，弗里德曼还认为，一个民主党总统无法阻止一个民主党众议长采取其整个国家安全团队从中央情报局局长到参谋长联席会主席认为不明智的外交策略，这是我们政治功能失调的体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周二的分析还指出，几乎可以确定，佩洛西访台将制造美中关系更大的不确定，使双方未来更可能爆发冲突。另据美媒报道，由美国华裔及反战人士等100人组成的抗议群体周一聚集在旧金山联邦政府大楼外，痛斥佩洛西欲窜台的计划。抗议者手持一个中国标语，高喊要和平。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來佩洛西都是代表舊金山選區出任國會眾議員。可能為佢自己嘅政治生涯有作用啦，但係對我哋啲小市民嚟講，係剝奪我哋嘅安全，剝奪我哋應該得到嘅和平。All of these politicians in these positions are warmongers because they profit off of it. But we're out here saying that the people do not want war with China. 不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频繁警告，还是国际舆论反对的声音，台湾民进党当局实际上是心知肚明。据台湾《中国时报》周二援引知情人士说法披露，民进党当局很清楚佩洛西此行若窜访台湾将引发的台海危机不亚于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处境，因此上月18号有媒体曝光佩洛西计划窜台的消息后，民进党当局曾暗地撤回对佩洛西的邀访。民进党当局这次出其意外的低调，主要应该是看不出有很明确的国际支持，但是若是有什么可怕的后果，还是台湾的百姓要承担，这是台湾的百姓要看清楚的。不过佩洛西却在上月20号主动致电台当局在美联络人萧美琴责难，他早已规划8月率团访台，必须了解台当局为何想要撤回邀请。据报道，佩洛西还对萧美琴称，今年1月与4月他曾2度研究讨论访台事宜，直到这次才确定出访。佩洛西在电话中似乎也点明了他执意窜台的原因。他称，今年正逢中期选举，国会有很多立法工作待推动，我在百忙中仍愿抽空访台，此次若未能成行，绝无其他更适当之时机，下次访台的众议院议长将会是他人，盼台湾了解。分析指，佩洛西清楚此行可能将台海形势推向兵凶战危情境，但即使美方行政部门劝阻，他仍坚持追求个人所谓历史定位。
尽管佩洛西在中期选举中寻求连任众议员，但从当前民主党的选情来看，佩洛西将大概率不再担任众议院议长一职，政治的高光时刻也随之过去，这也是外界将他此行定位毕业之旅的原因。美韩日澳加5国近2周在夏威夷附近海域举行代号为“太平洋龙”的联合军演，旨在增强对朝鲜弹道导弹靶标探测能力。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加速向美国靠拢，巩固韩美同盟，改善韩日关系；对朝则采取强硬敌视政策，推高了半岛局势。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日前警告，朝鲜已做好准备应对与美国的任何军事冲突。据韩国军方消息，韩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5国周一起至本月14号，在美国夏威夷附近海域实施朝鲜弹道导弹探测追踪联合演习“太平洋龙”。韩国亚洲日报称，该演习在环太军演期间举行，旨在增强对朝鲜弹道导弹的靶标探测能力，共享靶标信息。演习将以探测、追踪、拦截靶标的方式进行，届时将有8艘水面舰艇、2架飞机等参演。韩国将派出正参加环太军演的世宗大王号驱逐舰参加。此前，韩国海军参加环太军演时，也曾与美日等国举行弹道导弹探测追踪联合演习，但2018年和2020年的演习情况未对外公开。韩国还不断升高对朝强硬声音。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周一向国会报告工作时说，朝鲜核导能力不断提升，对朝鲜半岛及地区安全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如果朝鲜发起直接挑衅，韩国军方将行使自卫权，严厉应对。李钟燮提到，韩国将增强韩国型3轴作战体系及先发制人的杀伤链系统、韩国型导弹防御系统及大规模惩罚报复计划的军力增强计划，以应对朝鲜核导威胁。在韩国先总上台以后朝鲜半岛这种紧张局面那么正在面临着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这么一个危险的一个态势。而朝鲜近期也对美韩发出警告。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上周3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活动中发表演讲，强烈谴责韩国政府先机制朝的军事政策，表示韩方危险的企图将立即遭到强有力的惩罚，尹锡悦政权及其军队将被全部消灭。韩联社的报道称，这是金正恩首次在公开讲话中点名尹锡悦。우리 군사력의 일부분을 무력화시키거나 맞설 수 있다고 생각한다면 천만에 그러한 위험한 시도는 즉시 강력한 힘에 의해 응징될 것이며 윤석열 정권과 그의 군대는 전면도할 것입니다. 金正恩还严厉警告韩美联合军演，并表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给朝鲜造成了最严重的伤害，今天仍继续对朝鲜进行危险的敌对行动。美国编造根本不存在的朝鲜威胁论，以此为借口来打压朝鲜。他重申，朝鲜已做好与美国进行任何军事冲突的准备。现在美国韩国军事同盟的一个行动的加紧，包括不断的进行各种军事演习，或者说准备军事演习，然后各种军事部署的调整使得朝鲜认为就是说很显然就是说美韩的这种军事联盟对自己已经形成了威胁所以他要进行不断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舆论上包括行动上的反击文在寅执政时期，韩美与朝鲜虽然有磕碰，但半岛局势总体平稳，特别是2018年金特会后以及新冠疫情发生后，美韩实体军演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随着尹锡悦政府上台，这一状态正被打破。韩国国防部此前宣布，韩国与美国军方定于8月22号至9月1号举行年度夏季联合演习，并将恢复中断许久的大型野外实兵机动演练。未来两国联合军演规模将趋向正常化，韩国将提高导弹探测能力，推动尽早部署新型拦截系统。韩联社还报道称，韩国政府计划今年下半年举行2次以上韩美日导弹预警演习。上周五，韩国新任防长李钟燮访问华盛顿，与美国防长奥斯汀举行会谈。据韩国媒体报道，在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李钟燮此次携应对朝方挑衅的具体计划访美。双方在会晤中决定将韩方的已知演习与下半年联演相整合，通过在韩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美国战略武器，强化韩美同盟的威慑力。奥斯汀在会晤中表示，美方将动用全方位的防御能力，包括核常规和导弹防御能力，确认对韩国的承诺。韩国可能认为就是说，那么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行，美俄矛盾、美中矛盾不断的显露，那么对韩国来讲作为美国的一个传统盟友他别无选择只能是抱紧美国大腿，在军事上把美国自己绑上美国战车。韩国也许认为这样对他是最安全的但是我们讲从韩国的长远利益来考虑那么尤其从韩国的半岛这个地理位置来考虑。
虑啊。那么把自己绑上美国战车是不是明智啊？我觉得历史会回答这个问题。尹锡悦政府上台后，韩日关系也迅速升温。上个月，韩国外长朴振对日本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这不仅是尹锡悦政府首次派出最高级别外交官访日，更是韩国外长时隔4年半再次造访日本，为两国关系破冰。韩国国防部长官李钟燮周一表示，韩国国防部认为有必要结束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暂缓终止状态。此前，韩国国内有批评声音认为，在日方尚未解除对韩出口限制措施的情况下，单方面让步，接近外交屈辱。李钟燮回应，这不算屈辱式外交，恢复军情协定终将有利于维护韩国的国家利益。2016年11月，韩国和日本签署军情协定，其目的是两国分享有关朝鲜核岛等军事信息。韩国国内对此一直有批判的声音，认为该协定名义上是共享朝鲜导弹信息，实际上是韩美日可以随时共享东北亚地区所有导弹预警信息，这是把韩国纳入美国主导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后来由于历史问题、半导体出口等问题，韩日矛盾不断升级。日本政府于2019年7月对韩国实施出口限制措施后，矛盾到达顶点。对此，韩国政府通知日方终止军情协定。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妥协，最终没有废除协定，但协定基本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这个协议如果韩国真的是把它推动的话那么的确是可以初步下决就是说韩国是决心那么把美日韩这个军事同盟自己呢一边倒加进去，把自己彻底站到了这个美国的一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周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核扩散的风险正在增加，希望所有缔约方加强和重申对条约内容的遵守，希望各方加强对话，相互尊重，以维护和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于当天向大会致贺信表示，核战争不可能有赢家，而且永远不应该发动核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会上致辞说，此次审议大会适逢集体和平与安全处于重要关头，气候危机、严重的不平等、武装冲突、人权侵害、新冠疫情对个人的冲击和经济的破坏，让世界面临巨大压力，核风险处于冷战以来的最高点。Humanity is in danger of forgetting the lessons forged in the terrifying fires of Hiroshima and Nagasaki. Geopolitical tensions are reaching new highs.Humanity is just one misunderstanding, one miscalculation away from nuclear annihilation. We need the Treaty of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s much as ever. 古特雷斯建议在5个领域采取行动，强化针对核武器使用的规范，减少核战争的风险，缓解中东和亚洲的紧张局势，促进核技术的和平利用，完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3月正式生效。该条约宗旨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该条约规定每5年举行一次会议，审议条约执行情况。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于8月1号至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向大会的召开致贺信，克里姆林宫网站刊登了贺信全文。普京表示，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及其存约国之一，俄罗斯一贯遵循该条约的规定和精神。俄方也充分履行了与美国就削减和限制核武器签署的双边协定框架下的义务。普京强调，核战争不可能有赢家，而且永远不应该发动核战争。俄方主张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均享有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我觉得普京的这番话呢，也是在提醒这个西方国家，或者是提醒这个世界的其他国家，就是一旦开启了这个核武器的这种潘多拉的魔盒，那么很难能够停止下来，或者说是很难让世界局势有一个和平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他们同时呢，也是我觉得也是表明俄罗斯的一个态度，就是虽然说俄罗斯之前有过几次是吧，用这个核武器作为威胁，但实际上俄罗斯对于这个使用核武器或者说是动用核的这种手段，它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方就核武器使用的表态一直备受各方关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近期发表一篇分析文章，就指出，在俄乌冲突期间，因意外而发射核武器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各方可能没有意识到发生的事情是偶然的，并选择以核武器进行回应。文章指出，负责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指挥官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很可能被置于战场上，面临使用这些武器或失去获胜机会的巨大压力。
事实上，在俄军开始执行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后，普京曾一度宣布俄罗斯的核威慑力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后，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美媒采访时就回应称，如果国家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发生时，俄罗斯就可以使用核武器。相关表态是根据普京签署的2020年俄罗斯核政策声明，该国将在针对莫斯科或其盟友使用核或其他非常规武器，或受到常规武器侵略使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这两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而在今年5月，俄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扎伊采夫表示，俄罗斯坚定地坚持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赢的原则，已经多次驳斥关于俄罗斯可能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核武器的谎言。我们知道，这个虽然说可能战术核武器的这个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因为这个在战场上，我们知道在切尔诺贝利啊，这个扎波罗热都有一些核设施，而且乌克兰本身这个就像普京所说，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制造核武器的能力的。如果战场有一个，比如说这个急转直下的，或者说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的话，很难说这个会出现这种小型的战术核武器也好啊，或者是核泄漏事故也好，我觉得这都很难说。当然，这种情况最好是不要再出现。普京还在贺信中指出，所有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都应有权在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和平利用核能。俄方愿意与伙伴国分享在核能领域的经验，希望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在大会期间重申愿意严格履行其承诺，为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确保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出席大会的首相岸田文雄则呼吁全球拥有核武的国家领袖提高透明度及加强对话。美国总统拜登在会前发声明称，准备好立即与俄罗斯讨论新军备控制系统，以取代将于2026年到期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拜登指，即使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苏也曾合作，以确保战略稳定。拜登还认为，中国有义务为了减少误判风险参与相关协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二回应表示，美方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0次审议大会之际，要求中国参与核军控的对话，目的无非是为推卸自己责任、转移矛盾。美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大核武器的国家，应该首先按照联大有关文件和国际共识，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以可核查、不可逆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其他核武器国家加入多边核裁军谈判创造条件。如果美方率先以身作则，切实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对于改善国际安全环境、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将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就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安全的问题，同各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而针对本次审议大会主席斯劳维宁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引发中俄等国严重关切，三国核潜艇合作是否有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应由缔约国判定。华春莹指出，三国核潜艇合作涉及核武器国家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武器及核材料，这明显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严重冲击以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华春莹还再次敦促美英澳切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撤销开展核潜艇合作的决定，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他们应有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中方呢也想呼吁NPT 的缔约国以条约10审会为契机，积极的参与应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的相关的讨论。近期，俄军扩大攻击范围，对乌克兰多地进行大规模炮击。乌克兰凭借海马斯等西方提供的先进武器，将反攻重点放在南部地区，取得重要战果，并声称要全部解放赫尔松州。乌克兰赫尔松州长布特里周一宣称，赫尔松州46个定居点已经解放，全管乌军收复的一些村庄90%被摧毁。自俄方今年2月底发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后，赫尔松州成为最早被俄军占领的区域。最近几周，乌军用西方提供的远程火炮加大在赫尔松方向发动反攻。一名乌克兰官员此前声称，乌军可在9月前解放赫尔松州。另据乌通社报道，俄罗斯正在向乌南部地区调动大量军队，是为了回应乌克兰宣布反攻以解放南部被占领的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为目标。就这个地区，它之所以作为乌军的一个主攻方向，是因为顿巴斯地区它工业技术比较好，这种人口呢比较密集，在这种情况下呢，要做一个快速的推进，或者说让战场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在赫尔松地区呢，这个地区呢地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适合这个快速的推进。
因为俄军呢现在的第2阶段，它的重点就是在顿巴斯地区，因此在赫尔松地区呢，它的兵力也不是那么的多。